全世界读书者、出版者、图书馆管理员的媒体介绍新书、好书，由6度团队制作完成。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爱情、野心、不政治，中国女性蜂拥而至阅读张爱玲。华盛顿邮报，中国作家张爱玲 Aileen Chan 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年轻女性喘息的源泉，这主要是由于她对个人的关注，例如爱情、性和野心。张以蔑视父权制规范，拒绝民族主义和对日常事物的喜悦而闻名。他决定不参与政治的决定引起了现代读者的共鸣，他们被他挑衅的生活方式和讽刺的世界观以及他散文的清脆所吸引。去年11月，北京一家出版社的20多岁编辑曹志新走上北京街头，抗议中国政府的零新冠政策，并认为张是他的文学偶像之一。许多读者都在追求以张为灵感的上海之旅，粉丝们可以参观他的出生地或主题咖啡馆。他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归功于他头脑清晰以及中国年轻人的幻灭。他们被告知他们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伟大时刻，但他们感到错位和被排斥，认为大小不是一切。比尔·盖茨最喜欢的作家。英国《每日电讯》环境专家和科学分析师瓦茨拉夫·斯米尔 Václav Smil 出版了一本关于规模对结构影响的书，名为《尺寸》。他研究了建造更大、更密集的城市，或建造更大、更强大的电机，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更高的效率，他们的个人负载只会增加。或者，自然界中的一些结构可以承受比其他结构重得多的载荷而不会倒塌，但人类使事物变大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本书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的大项目的建设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作家的罢工会导致什么？更垃圾的真人秀。英国《每日电讯》由美国作家协会发起的美国作家罢工的影响，最终将被英国电视观众所感受到。这次罢工是1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原因是对版税支付的争议，以及对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慧 AI 创建脚本的担忧。该协会要求工作室规范人工智慧的使用，但只提供年度讨论。人们担心真人秀等廉价、低质量的节目将取代经验丰富的作家的作品，导致英国电视出现贫瘠的景观。Apple TV 家的统仓是对地下生活未来的展望。美联社，修豪伊 Phil Hoy 最畅销3部曲的虚构世界已经登陆 Apple TV 家。统仓是一部反乌托邦史诗，讲述了地球上最后居住在地下深处的人口1万人躲在一个巨大的1英里深的地下统仓中，直到安全出来。他们种植食物，维护一个巨大的发电机，并回收一切。但也有一种恐惧感、秘密和可疑的谋杀。这部由10部分组成的系列由蒂姆·罗宾斯、普通、大卫·奥耶罗沃、拉希达·中斯、威尔·巴顿和利贝加·福格森饰演朱丽叶。牛津研究发现，阳光明媚的歌曲成为夏季热门歌曲。英国《每日电讯》根据牛津大学的研究，充满积极情绪的夏季歌曲可能是热门歌曲的关键。过去60年的研究发现，充满活力的歌曲可以跳舞和乐观，在夏天蓬勃发展，因为它们更有可能登上排行榜的榜首。悲伤和忧郁的歌曲被发现在全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在阳光、好天气和随后的积极心态之间发现了相关性，这可能有助于听众更多的享受音乐。该研究强调研究结果是相关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当周加拿大最畅销的书籍。多伦多星报，艾米丽·亨利的第4部成人爱情片《快乐的地方》在原创小说排行榜上排名第1。其前卫的故事情节在1周的时间里跟随3个女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T.J. Klune 的在木偶的生活中 In the Lives of Puppets 也以其关于3个机器人和1个人类的科幻故事首次出现在名单上。总部位于渥太华的 Brett Popplewell 的非小说《局外人》在原始名单上排名第3，在加拿大名单上排名第1，讲述了一位名叫达格·阿比耶的老年超级运动员的故事。一个被囚禁的孩子和一个500年前的诅咒的诡异故事。英国《每日电讯》畅销书作家、阶级学家和记者菲利普·沃马克 （Philip Womack） 即将出版的青少年小说《幽灵领主》（Ghost Lord） 以古罗马仪式为背景，讲述了一个10几岁的女孩寻求营救被困在玩具中的幽灵的故事。沃马克以大量利用他对古典世界的了解而闻名，正如以前的版本所见证的那样，例如《如何教你的狗经典》和《解放者》。他的新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案来阅读，
尽管它与最近发行的《荒野王》设定在同一个世界。幽灵领主将由 Little Island Books 出版，售价为8.99英镑，11美元。每个夏天之后，作者卡利，财富回到湖边。多伦多星报。加拿大记者兼作家 Carly Fortune 的第2本书《在湖边遇见我》涉及产后抑郁症和强迫症 （OCD） 等问题。这是一个描绘爱情和浪漫的海滩。他还提供了一种以有意义的方式讨论不舒服问题的便捷方式。在一次采访中，财富杂志将他的第1本书《每个夏天之后》的想法构思为一种分散封锁注意力的方式。他说，他从7岁起就保留日记，并在大流行期间重新审视它们。他希望他的书是关于提供一种逃避，同时也带领读者踏上情感之旅，让他正在探索的对话和问题变得容易理解。曾担任记者和编辑的财富杂志说，这门学科说明他专注于简洁和清晰写作的重要性。镜报出版商指责马克扎克伯格销售下滑。英国每日电讯 Facebook 对其新闻提要的改变被归咎于每日镜报和每日快报出版商 Reach 的收入下降。该报业集团在2018年前4个月的数位收入下降了 14.5%， 原因是 Facebook 的推荐量在变化后下降。广告收入在同一时期下降了近 20%。此前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在其新闻提要上取消了出版商帖子的优先顺序。然而，事实证明 Reach 的印刷收入更具弹性，由于封面价格上涨和广告表现好于预期，下降了 3%。谢谢大家收看读书简报。我们的读书视频是 YouTube.com/MJ Books， 欢迎前往观赏。